这是刚刚完结的一部韩剧，讲述了无法感同身受的诈骗犯和过度感同身受的律师，两人展开刺激共筑复仇的故事。马仔猪竟然从天台掉了下来，领盒饭的竟然是马仔猪。原来张金子被赶来的手下救了下来，而此时张金子的男友俊浩却也赶了过来。财团里的神秘男人俊浩，据说是赤木财团的第一个天才儿童，他被培养成财团的顶级杀手，但却为人十分冷漠。可他对陆芽却十分喜欢，还教陆芽使用手枪。可当他准备对财团代表张金子下手时，却发现俊浩竟成了张金子的男友。可当俊浩发现陆芽时，仿佛他依然喜欢着陆芽，而俊浩也经常背着张金子偷偷约见陆芽。他还告诉陆芽会跟他站在一边。而当马仔猪被张金子手下推下楼，在张金子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俊浩却又出现在了张金子身边。另一边，正在休息的陆芽却被嘈杂的声音吵醒，他站起身来，却发现屏幕上播放的竟是自己小时候参加节目的视频。而无论如何，多珍都不能将屏幕关闭，只好将电源切断。看着眼前的情景，陆芽懵了，很显然这就是会长对他的威胁。而多珍也发现电脑里关于内比斯公司的犯罪证据都已经消失，而新闻中也播放着张金子手下自首的消息。接下来的陆芽该怎么找出会长的身份呢？另一边，韩国检察院决定开始调查内比斯公司，并在全国收集市民的举报。而由于多珍的电脑之前被黑客攻击，关于内比斯的诈骗证据也被删除。而此时的张金子也并不想坐以待毙，他让手下赶紧隐藏证据，躲避警方调查。而公司也把所有的电脑硬盘及违法证据全部藏在了财务室的密室，并且要求所有员工签署保密协议。因为所有的员工也都是受害者，他们也被骗了大量预付金成为会员，并且如果公司真的被查出诈骗，那么所有员工也都是共犯。可没想到，曾经抛弃武英的妈妈竟是公司员工。由于陆芽导致了武英家里破产，为了活下去，武英妈妈选择了离家出走。可没想到，如今她竟然成为内比斯的员工。为了找出公司的诈骗证据，几人决定假扮贷款公司，专门诱惑公司员工前来贷款，然后想办法从员工口中获得证据。于是多珍把可以办理无息贷款的消息发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。由于大部分员工的钱都被骗光，此时的他们看到无息贷款简直两眼放光。果然，逐渐开始有员工前来办理贷款，而陆芽又飙起了演技。很快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员工前来办理贷款，而且都提供了相应的证据。同时武英还在一旁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。没想到这天来的员工竟是武英妈妈。看着眼前的女人，陆芽懵了。她想起自己导致了武英家里破产，所以她妈妈才会离家出走。看着她现在生活得如此艰难，陆芽内心十分愧疚。而就在这时，武英走了进来，而当女人转过身来，竟然看见10年不见的儿子，两人直接愣住了。女人看着成为律师的儿子，眼中充满了愧疚。得知儿子已经成为了律师，她感到十分欣慰。但当武英问起母亲的状况时，母亲抑制不住情感哭了起来。而另一边，武英的父亲正浑浑噩噩地喝完酒回家，可没想到身后出现了一个神秘身影。话分两头，林高从罗斯口中得知，张金子虽然烧毁了记录会长身份的笔记本，但是他已经提前把笔记内容复制在了内存卡里，而内存卡就藏在张金子经常把玩的打火机中。而这一切也被罗斯在张金子房间安装的监控发现。得知消息的林高仿佛有了计划，第二天他让罗斯帮忙找一只与张金子手里一样的打火机，他打算去找俊浩，让俊浩帮忙把打火机调包。而罗斯以为这是陆芽的计划，也没有在意。晚上，林高找到俊浩，把打火机交给了俊浩，让他去调包。而俊浩问他为什么要张金子的打火机，林高想都没想，直接把里面藏着会长身份的秘密告诉了他。得知消息的俊浩直接答应了他。另一边，由于内比斯公司诈骗案件引起了巨大舆论，检察院很快就来到内比斯搜查证据。公司负责人刚开始还以为自己把证据藏得天衣无缝，可在陆芽等人的调查下，早就查明了证据藏在财务室旁边的密室里。得知消息的检察院打开密室，果然发现了大量证据，而公司负责人也被带走。看来内比斯这次在劫难逃了。第二天，林高收到俊浩的消息，去拿张金子的打火机，而此时的张金子正急忙前往机场，想要离开韩国。正当他把玩手中的打火机时，却发现打火机被人调了包。他想起肯定是在自己走之前俊浩干的，他急忙让司机掉头去找俊浩。而这时陆芽收到神秘人的消息，让他前往一家废弃工厂。而多珍回来问罗斯林高去了哪里，得知多珍并不知道打火机的事情，罗斯意识到林高是单独行动，可能有危险。接着陆芽来到短信里的废弃工厂，里面的电视播放着陆芽以前的视频，桌子上放着一本百科全书。当陆芽慢慢打开，思绪一下子把他拉回到了小时候，当年父母把他送给财团的学校，而当时来接他去学校的就是俊浩。再看着百科全书里专门标记的字母卷，他终于意识到俊浩就是赤木财团会长。陆芽直接懵了。而另一边，林高却在这时找到俊浩拿打火机，俊浩二话没说就把打火机交给他。林高开心地拿出打火机里的内存卡，
他赶紧把内存卡插到手机上，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，竟然发现里面写着赤木财团会长竟然是俊浩。林高直接懵了，当他转过身来，才发现俊浩却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。而此时张金子也赶了过来，他问张金子为什么假装不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张金子说不管知不知道他的身份都没有意义，他只希望能够留在俊浩的身边。接着俊浩就让他去机场，等自己做好离开韩国的准备。原来当初为了情人俊浩，张金子亲手杀害了自己老公，更可气的是，他还打电话让情人来处理尸体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让他后悔终生。他拿出老公口袋里的笔记本，想要知道里面到底记录着什么秘密，让老公想要逃离韩国。可当他打开笔记本，才发现老公一直在秘密调查赤木会长，而他已经发现了会长的真实身份，赤木会长竟然是俊浩。得知真相的张金子急忙想要逃跑，可此时俊浩却已经来到门口，害怕的他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这样一直跟在俊身边10几年。另一边，多真收到林高发来的图片，上面记录着俊浩的会长身份。罗斯几人急忙去找林高，而此时从小帮助韩武英的大叔找到他。大叔告诉武英，他读大学时的学费并不是奖学金，而是他父亲怕因为自己抛弃了韩武英被拒绝，所以通过大叔把钱交给他。而他父亲早已破产，究竟是如何赚到这么多钱的？没想到大叔告诉他，是因为他父亲杀了人，而那笔钱就是财团给他的酬劳。武英感到不可思议，问大叔父亲到底杀了谁才能拿这么多钱。大叔告诉他是锦城杀人案，他父亲正是杀害陆牙父母的凶手之一。想起了宋中直死前所说的另一位凶手，以及多真曾对他说过，财团会雇佣一次性劳工，这些人都是人生跌入谷底之人，很容易被财团收买。得知真相的武英懵了，急忙想去找陆牙，可却直接晕倒了在门口。另一边，陆牙在废弃工厂发现一个被绑起来的男人，当他走上前，拿起男人身上的照片，思绪把他拉回到了父母被害时的场景。他意识到男人就是曾经杀害父母的成员之一，此时的他再也绷不住了。而当他翻开照片背面，竟然发现男人是韩武英的父亲韩宰硕。陆牙直接懵了，他想起自己害韩宰硕破产的场景，此时的他简直不敢相信。而就在这时，俊浩却打来电话，问他礼物还满意吗？此时的陆牙终于确认了财团会长正是俊浩。俊浩告诉陆牙，林高正在自己手中，这人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昏迷。正当陆牙追问他们在哪时，俊浩挂断了电话。此时机器突然启动，韩宰硕被吊了起来。危机时刻，陆牙还是救下了韩宰硕。韩宰硕清醒过来，立马向陆牙磕头谢罪，表示自己当时需要钱，并不知道是要去杀人。等发现真相时，自己已经骑虎难下，他非常后悔。陆牙让他去找武英，把这些忏悔的话给他说。另一边，多真定位到了林高手表的位置，带着众人前往营救。途中他联系陆牙共享了情报，表示林高已经失联。陆牙叮嘱他们抱团行动，不要落单，然后自己跟联络员上车单刀赴会。4人来到现场，只看到一地的鲜血，小弟急忙打电话报警。多真发现这里离海星医院不远，猜测林高被俊浩带到那里。此时陆牙来到了医院，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林高。可此时俊浩突然出来控制住了陆牙，俊浩留林高一命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陆牙的弱点，只有拿这些人的安危威胁陆牙，才能让他听命。不过让俊浩不爽的是，陆牙竟然救了韩宰硕。他责怪韩武英，让陆牙竟然变了一个人。俊浩对陆牙有着执念，他也是苦命人出身，他觉得陆牙是他唯一的家人，因为都是出生在淤泥，最终可以支配天下的人。当初俊浩从陆牙父母手中买下了陆牙，然后精心培养，让他能成为自己一样的人。然而没想到陆牙竟然要离开自己，陆牙做错了选择就必须要纠正，于是制造了锦城案。这样做确实有效果。从那时开始，陆牙一心只想杀掉会长，他认为这才是家人该有的羁绊。现在这个局势，陆牙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回去的地方，如果有，他就一个个铲除掉。俊浩开始期待陆牙姐回到他身边。陆牙询问俊浩到底想做什么，俊浩表示张金子现在准备从釜山偷渡出国，他把地址给到陆牙，让他做出选择。如果杀掉张金子，那么他会欢迎陆牙回归；如果不杀，那自己就会把陆牙在乎的人全都做掉。陆牙觉得俊浩是真的冷血。张金子为了俊浩不惜豁出性命，结果被无情抛弃。俊浩离开后，小伙伴们及时赶到，把林高送去了医院。陆牙姐独自离开。此时韩武英从昏迷中醒来，韩宰硕来到了医院，告诉武英陆牙救了他。武英立马联系陆牙，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俊浩。俊浩表示陆牙以后会很忙，没有空再搭理他，然后把韩宰硕是凶手这事也说了出来。他也觉得这件事真的巧，毕竟10年前他也预料不到韩武英的存在。武英猜到俊浩就是会长，俊浩也不否认，表示就是因为他陆牙现在才变得懦弱，他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家人就被武英毁了。俊浩说出自己创立赤木的目的就是为了好玩，赤木的一切都是他的玩具，他喜欢把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享受那种操控一切的快感。不得不说，俊浩心里是真的扭曲。武英很是愤怒，
因为好玩就让无辜的孩子变成罪犯，让受害者成为加害者。武英警告俊浩，别以为手上没有沾到鲜血就可以脱身，如果陆牙受到伤害，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这边的多珍让罗斯守在手术室外，自己跑回基地，发现被陆牙翻过一遍并带走了旧手机。此时陆牙来到了火车站，准备前往釜山。多珍联系到了陆牙，陆牙询问林高的状况，得知林高已经脱离危险后，陆牙告诉多珍，他决定自己去了结这一切，然后就挂掉了电话。多珍从车站播报中听到了地址，立马告诉了武英，武英急忙赶到，两人打通了电话。陆牙看到武英躲起来接通电话，武英让陆牙不要单独行动，陆牙却表示他要亲手杀死俊浩或者被俊浩杀死，这样才能结束这一切，根本没有更好的结局。武英带着父亲去自首，然后找到罗斯，罗斯非常自责，觉得是自己害了林高和陆牙。画面一转，检察官载鹤成为了内比斯案件的负责人，多珍立马给载鹤提交了资料，结果遭到了拒绝。多珍找到了武英，表示现在查不到陆牙的动向，不过联络员的样貌已经暴露。武英让多珍把联络员的照片曝光到网上，然后找到要害，让他对陆牙进行指名通缉，或许能找到人。接着武英来检察院蹲守，终于蹲到了载鹤。他询问载鹤为什么拒绝了多珍的资料，并且不调查俊浩，可载鹤却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他，还劝武英及时停手，他已经开始越界。俩人的交谈不欢而散。这边的张金子已经被全国通缉，他只能躲在安全屋，而俊浩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此时陆牙赶到，表示他已经被俊浩出卖了，还说是俊浩让自己过来杀他。张金子没想到自己对俊浩掏心掏肺，俊浩还要杀自己。陆牙表示张金子已经背锅成为会长，俊浩则完全抽身。张金子还是觉得俊浩不敢对他下手，如果他死了一定会曝光所有信息。陆牙则趁机让张金子赶紧曝光，然后就举起了手枪，拉开了保险。画面一转，陆牙回到基地找到了多珍，然后前往医院探望林高。多珍急忙通知了武英，武英和陆牙来到了天台。陆牙询问武英是不是无论自己犯了什么罪，武英都会帮他辩护。武英表示一定会。此时警察突然来到天台，陆牙抓着武英就吻了上去。这边张金子的尸体被发现，因为被公诉的人死亡，检察方就不能再向内比斯提起公诉，这样武英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。警察经过调查认为陆牙就是杀人凶手，所以赶过来抓他。而此时陆牙没有反抗，坦然被抓。载鹤的特别调查小组参与到了此次案件中，他拿出了陆牙到过案发现场的证据，并表示他们在监控录像里看到陆牙是带着枪过去的，而且和张金子被杀的时间非常吻合。最重要的是在案发现场还留有陆牙的指纹。陆牙却反问了一句，张金子是被枪杀的吗？这个问题让他们无言以对。由于手上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载鹤暂时也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武英想起了陆牙临别前的一吻，陆牙曾把不知名钥匙放进自己口袋。当武英看到里面的内容后，一个大胆的计划浮现在了他的脑海。见到载鹤时，武英再次提议载鹤让他把俊浩抓起来，载鹤却让他不要再提这件事，如果真有证据就交给他。武英却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俊浩的犯罪证据。出门后，武英接到了与记者打过来的电话，他告诉武英，明天会有一篇关于武英父亲杀死陆牙父母的报道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。因为武英曾经为宋忠直辩护，而父亲又和宋忠直是共犯，如果此事暴露，就相当于武英故意隐藏父亲犯下的罪行。这样一来，武英和律所会同时承受民众的指责和非议。武英不想连累律所，于是他找到了朴代表，表示自己想要辞职，因为明天的那篇报道也会让律师事务所受到牵连，并表示自己已经把事情提前告诉他了，希望朴代表能原谅自己。而朴代表却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对武英表示了信任，这让武英很是感动。朴代表鼓励武英一定要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，让他把辞职信赶紧收回去。而此时的俊浩却让手下给他买了2张机票，一张是自己的，而另一张却是给陆牙准备的。时间定在了1周之后，俊浩会安排使者在1周之内顶替陆牙的罪名，并让手下在被抓之前处理好陆牙团队的其他人，因为他想让出来后的陆牙知道，只有他才是陆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罗斯。可正当罗斯被带走时，要汉出现了，他和众人扭打在了一起。看到警察即将到来，会长手下也只能作罢。另一边的陆牙就像是回到了10年前，当时身边没人愿意相信自己，但不同的是，现在的陆牙身后现在还站着武英他们一群人。武英从包里掏出了陆牙留下来的那把手枪，他决定一定要利用这把手枪制造出俊浩犯罪的证据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他也不介意代替陆牙去杀掉这位会长。第二天一早，武英父亲自首的事就被爆料了出来，一时间武英处于风口浪尖之中。另一边的载鹤找到了陆牙与张金子的通话记录，两人之前就存在矛盾，加上陆牙非法持有枪支以及张金子被害前曾与他见面，显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陆牙。此时的陆牙对于载鹤的推论没有回应，反倒是想要传唤自己的律师。可此时载鹤告诉他，韩武英正遭到民众的质疑，可能无法前来替他辩护。
另一边的武英为了陆牙以及团队的众人，他赌上了自己的前途，准备和俊浩背水一战。第一步就是让陆牙假装自首。二人找到了载荷，陆牙并没有直接向载荷自首，而是向载荷提出了条件，只要团队里的众人都承认自首，自己也会承认。第二步是传唤团队里的多情和罗斯。多情和罗斯在审问中说出了和陆牙一样的话术，只要陆牙承认犯罪，他们也会自首。一时间审问进入了一个死循环，检察官们也一无所获。画面一转，载荷找到了耀汉，因为耀汉曾是陆牙的观察员，但耀汉却表达了对陆牙的充分信任。晚上，陆牙要被转移到拘留所，在他离开时，陆牙向载荷说出了当晚发生的事情。当他拿着枪准备了结掉张金子时，最终理智战胜了他，他还是没有下得去手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杀掉张金子。多年以来，张金子一直对陆牙心生妒忌，自己为俊浩做尽坏事，却依然无法得到他的心，反而是陆牙与会长相同的遭遇让他一直得到会长的关注。此时的张金子也终于相信会长是真的要做掉自己，他把会长的秘密资料给了陆牙，但还是去见了俊浩一面。俊浩给了他一杯酒，即使知道酒中有毒，可他已经没有了选择，只能死在了这个冷血的男人手中。陆牙把当晚发生的事告诉了载荷，但他此时还不能向检方提供证据，因为比起检方，他更加相信自己。这时武英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开始了。在多珍和罗斯的行动下，检察院忽然停电，陆牙则趁机逃走。他用武英提前给他钥匙打开手铐，拿到提前藏好的通行证，然后再若无其事地走出检察院。武英看着逃离检察院的陆牙，他也拿起了左轮手枪，准备与陆牙一起展开对俊浩的制裁。另一边的多珍和罗斯被检方抓了起来，其实这也是武英计划中的一环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他们。出来后的陆牙给俊浩发去了一条短信，两人约定见面，因为是时候结束一切了。另一边的多珍提前通知了陆牙，会长所有洗的钱都在一个加密的秘密账户里，他所看到的所有资料，检察员搜查基地的时候也会看到。之后面对载荷的问话，多珍他们主动承认帮陆牙逃脱一事，并交出手机和基地的钥匙，并说出洗的钱最终点都在一个 F55的秘密账户里，账户人就是李俊浩。陆牙会去见俊浩，拿到秘密账号是俊浩的证据，还叮嘱陆牙如果发出信号，他们一定不要迟到。检察官来到了基地，看到了多珍他们搜集的所有证据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了桌子上，显然这是提前准备好的。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，载荷已经没有拒收证据的理由，他也意识到自己早已经步入他们的计划之中。另一边的武英看着定位，决定前去协助陆牙。陆牙通过手表发送定位，载荷看到定位后决定立刻出动，安排同事分享位置给警察，并继续监控。此刻陆牙再次见到俊浩，提出对过去的10年进行清算，并说了知道张金子金库里有关他秘密账户的事实，以此来要挟他进行转账。最终俊浩登录了这个秘密账户，而这边基地里也收到了秘密账户是俊浩的证据，于是通知了载荷可以抓捕俊浩。俊浩看着陆牙，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陆牙想要的就是他登录账户，此时他卸下了自己的伪装，想要试图杀了陆牙。幸好韩武英及时赶到，他伤了俊浩。载荷和警察及时赶到，抓捕了陆牙和俊浩。随后扑面而来的报道，俊浩的手下纷纷被抓，俊浩却死鸭子嘴硬不承认，更是找到律师企图推脱责任。然而律师建议他主动坦白一切。武英因伤人陷入危机，载荷主动找人帮忙，最终以证据不足正当防卫为由解除他的危机。开庭的时候，众人为陆牙他们辩解，因生存环境不同，他们只是按照命令行事，显然这不是他们的主观选择。之后韩武英为他们辩护的时候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他告诉法官，他们在没有任何帮助下揪出了加害者，并依旧相信法律。最终陆牙被判1年6个月，多珍1年，罗斯被判处10个月，而俊浩被判处无期徒刑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众人相继出狱，期间林高也从昏迷中醒来，众人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此时多珍收到了载荷的 offer， 他的才能也将会得到真正的利用。这天武英探视了俊浩，武英告诉他，无论他用多肮脏的手段，都不可能改变陆牙，因为陆牙和他不一样，让他活下来也并不是失误，而是要让他看到陆牙的改变。画面一转，陆牙见到了武英父亲，为以前对他的欺诈道歉，他也和武英结束了合同关系。在陆牙搬家的时候找来，武英告诉陆牙有话要说，此时他终于向陆牙表白，两人相视而笑，故事也在这里结束。